各位乡亲，给口饭吧。我李家逃荒到这儿，孩子快饿死了。这年头谁家粮都不多，收留一家逃荒的，那是填无底洞啊。孩子先喝。顾大哥，您救了我们一家命啊！往后我李树德给您当牛做马。人落难了，能帮一把是一把。我家西厢房空着，你们先住下，等缓过劲儿再另寻活路。怀生，你可想清楚，借房容易，请出去难啊！都是苦命人，不至于。顾大哥大恩，李家世代不忘。怀安，以后耀祖就暂时住咱家，你们要好好相处。知道了，爷爷。爹，那边屋子更大，为什么我们不住那边？小孩子不懂事，顾大哥别见怪。西厢虽然小，可挡风遮雨，先住着吧。西厢又潮又暗，顾家正房那么宽，凭什么他们住？急什么？咱们刚进门先装可怜，住久了谁还分得清哪间是谁家的？以后我要住正房。李家住了这么多年，也该商量搬出去的事了。快点，老东西要醒了。住了20年，这院子早该姓李了。李树德，你干什么？我救你一家性命，你竟敢毁我顾家房契！顾大哥，话别说这么难听，房子谁住，就是谁的。爹，喊什么喊？大半夜的吓唬谁呢？李树灵，你们图我家的房契？什么你家？这院子我们住了20年，早就是李家的了。顾老头年纪大了，记性糊涂，你也跟着糊涂。你忘恩负义。西厢太小，正房我们要住，这门楼也该挂我李家的牌子。我去给你找医生。半夜请什么医生？真要闹出去，别人还以为我们李家欺负老人。你们就是在欺负老人！一个也敢跟我喊！这是顾家的正房，你们不能搬！顾家，我爹说了，房契上现在写的是李。你敢动顾家祖宗牌位？这些牌子摆在正房晦气，放杂物间去。这李家也太过了吧！当年可是顾老爷子收留他们的，可李顺德说房契改了，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？大家看清楚，房契在我手里，顾家没人能撑门面，这院子就该能者居之。爷爷，我去找村长，我去告他们。淮安，别忙，他们敢图房契，肯定有人帮他们遮。爹，先喝药。淮安，记住，顾家的门不能丢。我记住了，爷爷。那正门是你太爷修的，门楼、猪圈都在契上，他们撕不干净。淮安，取回正门。以后这里就是李宅了。
爹，儿媳送您出门。理顺的，今天是我公爹出殡，让我们从正门走。不行，这门现在是李家的门，死人从正门过，冲了我家耀祖福气怎么办？这是我顾家的正门。你顾家，顾怀安，你爷爷都死了，你还做什么主？人死为大，让老人从正门走吧。谁要是觉得晦气不怕，就把棺材抬自己家门盆去。桂枝嫂子，我求你，我公爹救过你们一家命，你们住进顾家是他点的头，今天就让他从正门走一次，行不行？少拿当年的事说嘴，逃荒那会儿谁不苦？他有房有粮，帮一口怎么啦？这些年我们住这院子，也没少替你顾家撑门面。想走正门，可以呀。等你顾家把房契拿出来。玉兰嫂子，时辰快过了，再耽误老人不安生。后院猪圈旁边不是有条小道吗？你们从那儿走。我爷爷是顾家主人，凭什么从猪圈走？凭现在正门是李家的。爹，是儿媳没用啊，没能让您从顾家正门走。这条路挺适合顾家的，以后你们回来也从这边进。爷爷，怀安记住了，今日你从猪圈出是他们逼的，他日李家办喜事，我也让他们这里进。怀安，别冲动。娘，我不冲动，我会拿证据，让他们跪着把门还回来。爷爷，李家欠顾家的门，我一定亲手拿回来。怀安，你回来了。回来看看我爷爷，也看看顾家的门。这几年，李家把院子修得更气派了。梁耀祖快成亲了，听说娶的是镇上供销社主任家的闺女，婚礼要从大门进，说是图个体面。大门？唉，就是你家原来那个门楼，现在挂着李宅，红绸都已经扎好了。哎，那边高点，对对挂正啊！哟，这不是顾怀安吗？几年不见，还活着呢。我回来拿回顾家的东西。顾家的东西，你爷爷出殡那天都从猪圈走了，还惦记正门呢。怀安啊，你回来的正好，耀祖大婚，沾沾喜气。不过你要进来喝酒，记得走后门，正门是迎亲用的，不给闲人走。我爷爷出殡那天，你也是这么说的。正门不给死人走，朱雀小道适合顾家。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还记着呢。人都死了，活人还得过日子。死人记不记得，我不知道，我记得。怀安，你回来了。娘，儿子回来晚了，这些年他们还欺负你吗？娘能忍，你在外头不容易，娘不想拖累你。以后不用忍了。你查到了？
还不够，我要找到原始底册，找到真房契残片，找到当年出殡的人证。我要让李家在最得意的时候把门还回来。明天迎亲，正门红绸挂满，我要让曹家看看李家这大院多气派。他想从顾家正门娶媳妇儿，那我就让他从猪圈。顾淮安，你看什么？没见过大户人家办喜事儿。这门楼是你家的？不是我家的，难道还是你家的？顾家现在就剩你娘住偏房，正房、门楼、院子全是我李家在用，房子谁住谁就是主人。淮安啊，你刚回来，不懂村里现在的情况。当年你爷爷把房子让给我们住，后来房契也改了，这门楼自然是李家的。房契改了，还是被你屠了？你少血口喷人！你爷爷年纪大，自己记错了，还能赖我们？李耀祖成亲要从这里进。当然，我媳妇儿可是供销社主任的女儿，迎亲不走正门，难道走你顾家那条猪圈小轿？记住你今天这句话。淮安，李家婚礼那天咱们避一避吧，哪怕他们又闹。娘，爷爷临终前说顾家的门不能丢，我这次回来不是为了躲的。可房契被他们毁了。村长这些年又一直说住了这么久别再计较，咱们拿什么争？这拐杖你爷爷到死都攥着，我以为他只是舍不得。爷爷不会无缘无故提醒我。你要去哪儿？去找老会计周长根。顾家的房契被屠了，村里的底册总不能也被屠干净。淮安，你怎么来了？周爷爷，我想看当年顾家大院的宅基地底例。什么底册？早些年村里班档案乱得很，兴许没了。我爷爷生前说，李家只是暂住西乡，这事儿您当年记过账。淮安，有些事儿过去就过去了。李家现在人多势大，耀祖又要跟曹家结亲，你斗不过他们。周爷爷，我爷爷救过你孙子的命，他死的时候连顾家正门都没能走出去，你真要让他死了还背着房子让给李家的黑名吗？你先进来，有些东西我藏了很多年。当年土改后，村里重新登记宅院，顾家大院是你爷爷顾怀生名下，李顺李一家是后来逃荒来暂住西乡。这本底册为什么这些年没人拿出来？李顺佛找过我，他说顾家没男人撑门面了，让我少管闲事儿。后来村长王福德也劝我，说李家住了多年，闹起来影响村里安稳，我胆小，就一直没敢说。所以我爷爷出殡那天，你也知道那是顾家的门。知道。那天我站在人群后头，看着棺材从猪圈道抬出去。淮安，我对不起你爷爷。现在还来得及。淮安，这本底册不能给你拿走。李家要是知道
会把我这把老骨头拆了。我不要原本，我只要你明天跟我去乡里做一份证明。李廖祖后天成亲，他们要从顾家正门进，踩着我爷爷那口气办喜事。周爷爷，我不想再等了。你要在婚礼上动手？我不会乱动手，我只拆他们非法改的门楼。拆之前，我要证据、人证、乡里复查通知都在。你爷爷要是还活着，怕是不愿意你闹这么大。他活着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太厚道，才被他们欺负到死。他死后，我不能再厚道到让他连门都没有。明天，我跟你去乡里，我这把老骨头，也该还顾怀生老哥一个公道。顾家大院群属确实存在争议。按这份底册，李顺娥一家只是暂住西乡，但李家现在手里有一张房契，那张房契被涂改过，我会申请鉴定。婚礼当天，他们打算继续使用非法改建门楼，我请求乡里先行封存争议门楼，禁止李家借婚礼扩大占有事实。这事不能拖，我们出一份临时复查通知，婚礼当天派人到场，但你记住，不能私斗。我只按规矩办。淮安，通知有了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找当年抬棺的人，李家让爷爷从朱剧出，这件事也该有人当众说出来。他们越热闹，越该记得我爷爷那天多冷清。赵叔，我想问爷爷出殡那天的事儿。淮安，那事儿过去这么久了，还提他干什么？因为李家后天成亲，要从顾家正门进，可我爷爷当年没能从正门出。那天我抬的是前杠，你娘跪在门口求马翠芝，说老人一辈子住顾家大院，死了总得从正门出。马翠芝泼了一瓢脏水，说死人晦气。李顺德还让人把门扇钉死，最后棺材从猪圈旁抬出去，棺脚刻在木桩上，我到现在都记得的那一声响。赵叔，婚礼当天您愿意站出来说吗？李家现在攀上曹家，我怕给儿孙惹麻烦。乡里会到场，我不让您私下跟李家斗，只求您说真话。你爷爷当年帮过我家，我这把老骨头再不说真话，死后也没脸见他。我去。钱叔，我找你。淮安，不是我不帮，李耀祖马上娶曹家姑娘，李家现在正风光，我家小子还在供销社干临时工，我不能得罪曹家。钱叔，当年棺材从朱旧道抬出去时，是不是你脚下一滑，差点让棺木落地？你跪在地上对我爷爷棺材磕头说对不住，我记得。那路全是泥，棺材那么重，旁边又是猪圈，我真怕把老人摔了。顾老爷子那么好的人，死后不该受这种辱，那就请您告诉大家，他受过这种辱。行，我去。供销社那工作不要也罢，不能为了个临时工把良心卖了。这里是正门，这里是李家钉死的门刷，这里是猪圈小道。当年棺材就是从这儿拐出去的。马桂枝还骂了一句，说顾老爷子死了也不让李家安生。我这些年一直不敢想那天，一想起来就觉得对不起爹。玉兰妹子，不是你对不起，是我们这些看见的人对不起顾老哥。谢谢各位叔伯，婚礼那天我不会让你们冲在前面，我只要你们在该说话的时候说一句真话。明天我从正门把媳妇儿接进来，让全村都看看李家的排场。
明天，全村确实会看到李家的排场。顾淮安，明天我大婚，虽然咱们两家有点旧事，但我李家大度，给你发张请帖。玉兰妹子，你可得来。当年你公爹走得不体面，如今我儿子成亲，你也算沾点喜气。不过你们母子要进院吃席，还是走后门。正门明天迎新娘，别让你们顾家的晦气冲了喜。明天几点迎亲？4时，曹家车队从镇上来，锣鼓班、彩礼车、缝纫机、自行车，全都有。你要是不服，也可以来看看什么叫门面。我一定到。顾淮安，别想闹事，房契在我爹手里，村长也认我李家，你爷爷都只能从猪圈走，你还能翻天？明天你会知道谁翻天。淮安，这门楼真要拆，明天可是李家婚礼。这是乡里盖章的临时复查通知，门楼属于争议建筑，李家无权继续占有。拆的不是顾家门，是李家撕贴的脸面。你白天说这里原来有旧匾刻痕，还真是顾宅旧梁。明天一早，乡里干部到场后动工，门楼拆下来的砖木不扔，按老图纸把后院猪圈隔栏复原。婚礼当天修猪圈？当年我爷爷出殡，他们让他走猪圈。明天廖祖成亲，也走那条路。顾淮，你带这些人来干什么？经初步核查，顾家大院前门楼权属存在重大争议，在争议未解决前，李家不以婚礼挂牌、改建等方式扩大占用，现对门楼进行临时封存、测量和拆除非法监视物。谁敢拆？这是我李家的大门！李树德，当年登记的是顾家大院，你一家是暂住西厢。老东西，你敢作伪证？别急，今天证人很多，门也会拆得很清楚。这门梁里怎么藏着顾宅匾？这不是明摆着吗？这门以前就是顾家的，一块破木头能证明什么？说不定是顾淮安昨晚塞进去的。李顺哲，这门梁是老榆木，外层被你们新糊的红纸遮着。昨晚我能拆你门梁，今天还用等乡里干部到场？这匾嵌进去的年头不短，不像新放的，先封存，作为全属复查证据。你们都帮着顾家欺负我们李家住了20年，这院子早就是我们家的。住20年，也不能把暂住住成主人。底册上写的清楚，李顺德一家暂住西厢。顾淮安，今天是我大喜日子，你敢在这时候闹？我不是闹，我是在拿回顾家的门。这门我李家用了20年，我今天就要从这里迎亲。曹家车队马上就到，你敢挡我，我跟你拼命！我爷爷出殡那天也想从这里走，你们挡了。死人和成亲能一样吗？死人晦气，我成亲是喜事。原来你还记得。耀祖，别跟他废话，锣鼓班快来了，先把门守住。干部同志，门楼权属有争议，李家还要继续使用扩大占用。按复查通知，是不是该临时封存、拆除非法附着，拆除李宅标示，门楼不得用于今日迎亲。动工！谁敢拆？这是我李家的门面。你们李家的门面，是踩着我爷爷棺材换来的。顾淮安，你别逼我！房契在我手里，村长也认我李家，就凭一本破底册、一块破边，你翻不了天。我翻不了天，但我能翻你李家的门。
拆快点，别耽误新郎走猪圈。顾环，你疯了！你把我迎亲正门拆了！你错了，这是顾家的前门楼，不是你李家的迎亲门。按旧底册和老界庄，门楼位置确属顾家大院范围，李家临时占用未取得合法证明，今日不得继续使用。我今天成亲，你们这么干，让我以后怎么做人？我爷爷出殡那天，你们让他从猪圈走，那时候你们想过顾家以后怎么做人吗？你这个丧良心的！我儿子大喜，你非要咒他！当年我娘跪着求你，让我爷爷从正门出，你说死人晦气。今天我不咒你儿子，我只是把你们选过的路还给你们。淮安，就是这里。你爷爷的棺材就是从这里抬出去的。棺脚刻在这根木桩上。我那天一晚上没睡着。老人一辈子厚道，死后却走了猪圈道。李家欠顾家的不止一座门。刘师傅照老图纸修，把猪圈隔栏复原，那条路也留出来。淮安，真要赶在婚礼前修好。修好。李家当年给我爷爷留的路，今天不能少。顾淮安，你这是羞辱我李家！我没有发明羞辱，我只照着你们当年的样子复刻了一遍。我不走，我今天就是死也要从正门进。正门封存，等全主核查，你想进顾家院子，只剩这条路。让开，新娘子要到了。曹家来了，这下李家丢人丢大了。听说李家住的是百年大院，正门气派得很。耀族这孩子家底不错，秀秀嫁过去也算体面。这是李家？说好的正门大院呢？怎么停猪圈口了？秀秀，路上有点小误会，正门临时修着，咱们先从这边进。李耀祖，你让我从猪圈进门？不是猪圈，是后院小道。农村地方讲究没那么多。秀秀啊，大喜日子别计较这些，进了门就是一家人。你是谁？顾淮安，这座院子原本是顾家的。秀秀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就是来闹事儿的。当年李家逃荒到村口，是我爷爷顾怀生给他们饭吃，借西厢房给他们住。后来他们屠毁房契，抢占正房，我爷爷被气死。我爷爷出殡那天，顾家想从正门走，李家不让。他们说死人晦气，逼我爷爷的棺材从这条猪圈小道抬出去。你血口喷人，当年的事儿谁还记得？我记得，我抬的前杠，棺材就是从这里出去的。我抬的后杠，那天泥地滑，棺材差点落地。李家人就在正门看着，一个都没让。
他说的是真的。秀秀，都是老黄历了，顾老头死都死了，今天是咱们大喜日子，提这些做什么？顾老头，那是救过你李家命的人。秀秀，你别听他挑拨。顾家那老人死的时候本来就晦气，我们也是为耀祖的福气着想。救命恩人出殡，你们嫌晦气？秀秀，先进去拜堂，有什么话咱们进去再说。李耀祖，你今天要进这个院子，可以。当年你们给我爷爷留的路，在这儿。结婚，你从猪圈进吧。李耀祖，这门亲，我要重新想想。秀秀，秀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今天这么多人看着，你别闹。我闹？你们家告诉我，这是李家祖宅，正门宽阔，家风厚道。结果这宅子是抢恩人的，正门是顾家的，连恩人出殡都不让走。辽耀祖，你们李家的厚道，就是把死人往猪圈赶。秀秀，这婚不能草率。这种人家，今天能欺负恩人，明天就能欺负媳妇儿。顾怀安，你毁我儿子婚事，我跟你没完。我毁不了你儿子婚事，毁他婚事的，是你李家自己做过的事。你别听他们的，顾家就是眼红我们李家过得好。顾家眼红你什么？眼红你们住着别人正房，睡得安稳，还是眼红你们把救命恩人的棺材赶进猪圈？我让你闭嘴！当年你推我娘，拦我爷爷棺材，我那时候年纪小，只能跪在你地里。现在你动手试试。放开我！谁在动手？按扰乱现场处理。干部同志，你们就看着他打人。是李耀子先动手。现场这么多人都看见了。你不是要体面吗？体面是人给的，你李家当年不给我爷爷最后的体面，今天也别想从顾家门里讨体面。秀秀，彩礼都下了，酒席也摆了，你不能走。彩礼我会退，但这婚我不拜了。你敢退婚？我李家丢了这么大脸，你赔得起吗？比起嫁进一个抢恩人房、辱恩人丧的人家，我宁愿丢这点脸。顾怀安，你别得意，房契还在我手里，李家只要有气，这院子就还是李家的。正好，你把房契拿出来，今天当着乡里干部、曹家人、全村人的面，咱们把这张契看清楚。你若不敢拿，就是心虚；你若敢拿，我就让所有人看看那顾字是怎么被你涂成李字的。李顺德，你不是说房契在你手里吗？拿出来！今天当着乡里干部、曹家全村人的面，把这院子到底姓顾还是李说清楚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家的房契凭什么给你看？李顺德，既然你主张顾家大院归李家，就应当提供权属依据。拿出来！拿！不是说房契在你手里吗？不敢拿，就是心里有鬼。爹，拿出来啊，让他们看看。这就是你说的房契。姓名处为何被墨涂成这样？年头久了，字迹糊了。我后来补写了个李字，不对。顾家原房契，我年轻时见过，上面写的是顾怀生，不是李顺德。周长根，你少在这儿乱说，我没胡说。土改底记上写得清楚，顾家大院产权人顾怀生、李顺德一家暂住西乡，
你手里这张契，墨迹前后不一，分明是涂改过的。你们李家拿这种器具骗亲事，还说什么百年祖宅，原来是抢来的。李耀祖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秀秀，我不知道，这些都是上一辈的事。你不知道，我爷爷出殡那天，是谁站在正门下说顾家就配走猪圈？李耀祖，你别把自己摘得太干净。不许看，这是我李家的东西。房契暂由乡里封存，后续送县里做目击鉴定。凭什么封存我的房契？因为这不是你的房契，是你犯罪的证据。顾怀安，你少吓唬我！你爷爷死了，你家真契早没了，就凭一本破底册一块破边，你翻不了案。谁告诉你真契没了？怀安，这是你爷爷的拐杖。爷爷临终前敲了3下拐杖。我以前不懂，现在我懂了。你爹居然藏在这里！前门楼一座，后院猪圈一处，都在顾契上。那李家这些年不就是住在人家顾家的院子里？李顺贞，你涂了房契上的顾字，可你没想到，我爷爷早就撕下契尾藏在拐杖里。你毁得了纸面，毁不了他老人家的心眼儿。契尾、纸质、字迹、编号与原契一致，这将作为重要证据一并封存。假的，肯定是假的！顾怀安，你为了枪房，什么东西都能造出来。假的？那你解释解释，为什么契尾上写着后院猪圈？为什么你们当年偏偏让我爷爷从这条猪圈道出殡？是巧合，还是你们知道这条路也在顾家契上，才故意羞辱他？爹，你快说啊，这契尾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顾怀生那个老东西临死藏了什么，我怎么会知道？老东西，那是救你一家命的人，你吃他的饭，住他的屋，涂他的契，抢他的门，到现在，你还敢叫他老东西？李树良真不是人，当年跪地求饭，后来反咬恩人。顾老爷子真是养了一窝狼。李树元所持房契存在重大涂改嫌疑，顾怀安提供的契尾、旧底册、旧匾人证均显示顾家大院全属应归怀生一支。今日起，顾家大院门楼继续封存，李家不得再以李宅名义使用、出租、改建、办酒席。秀秀，你别走，这只是误会，等我家把事情弄清楚，我们照样成亲。李耀祖，我曹秀秀不嫁偷来的门，更不嫁忘恩负义的人。顾怀安，你毁我儿子婚事，我跟你拼了！啊！急什么？婚事只是开始，房契涂改，祖宅侵占，出殡受辱，爷爷之死，咱们一件一件算。同志，我要申请对李顺文涂改房契、侵占祖宅正式立案调查。调查就调查，我告诉你们，房契在我手里这么多年，这院子就是李家的，谁住的久，谁就是主人。贼在屋里睡一辈子，也还是贼。你骂谁是贼？谁偷房契，谁就是贼；谁涂顾字，谁就是贼；谁不让恩人从正门出殡，谁就是狼心狗肺的贼。我涂了又怎么样？顾怀生没儿子撑门面，房子空着也是空着。我们李家住进去，那是替他顾家守院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涂了又怎样？我
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他污蔑我屠了。不用急着改，我录下来了。我屠了又怎样？顾怀生没儿子撑门面，房子空着也是空着。他承认了，房契真承认了，这下跑不掉了。给我一杆阴我！顾淮安，给回我家，我弄死你！你们不是喜欢说没证据吗？现在有了。那是气话，气话不能算数。我们李家就是住久了，顾家也没赶我们，怎么就成抢了？我爷爷病重时，你们搬进正房，我娘跪下求你们让老人从正门出殡，你们不让，这些也是气话。顾淮安同志，你提供的材料我们会带回乡里汇总，上报县里鉴定。李顺哲涉嫌涂改器具、侵占房产，后续需接受调查。在调查结果出来前，李家不得再占用正房和门楼区域。凭什么？我们住了20年。顺雷啊，当年顾怀生老哥收留你，不是把祖宅送给你，暂住就是暂住，住久了，也不能忘了自己是客。老东西，你等着！你还想威胁证人？李树老，再有威胁、抢夺、毁坏证据行为，会从重处理。淮安，今天就算赢了吗？还没有。门楼只是脸面，正房、祖宗牌位、爷爷的死才是真账。今晚去顾家，把气味偷回来烧了。烧了气味，看你顾淮安还拿什么翻案？来得挺准。你没睡？你们李家会偷房契，会屠气，会堵门，现在证据出来了，当然会想着烧证据。我怎么敢睡？别动，别动！放开我，我自己会走。李耀祖，你深夜翻墙入室，携带煤油和火柴，准备做什么？我来找顾淮安说理。带煤油说理。你要偷的是这个，真正的气味已经封存在乡里，你今晚就算烧了整间屋，也烧不掉顾家的门。顾淮安，你害我！要不是你，我今天已经成亲了。要不是你李家当年害我爷爷，他会从猪圈出鞭。你今天没成亲，是李家报应，不是我害你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什么事了？耀祖，你们抓我儿子干什么？李耀祖深夜翻墙进入顾家偏房，携带煤油火柴，有毁坏证据嫌疑，人先带走调查。顾淮安，你敢抓我儿子，我跟你拼命！你们李家不是说房契是真的，不怕查吗？怎么白天刚封正，晚上就来偷？这不是心里有鬼是什么？白天婚礼丢脸，晚上偷证据，李家真没救了。顾老爷子当年真是救错人了。爹，你快想办法，不能让顾淮安查当年爷爷是怎么死的。你说什么？我爷爷的死，果然还有账没算清。娘，李耀祖刚才说不能让我查爷爷是怎么死的。当年爷爷走之前，到底还发生过什么？我原本不想告诉你，
你爷爷那天发现房契被屠，气得倒下，可他当时没断气儿。村里大夫说，只要赶紧送去镇卫生任，还有救。那为什么没送？李顺娥不让，他说你爷爷要是醒了，一定会告他们屠房契。马桂枝还把家里准备看病的钱抢走，说正房要贴红纸挂李宅，不能让老东西再坏事。玉兰妹子，这么多年你怎么不说啊？我说了谁信？房契在他们手里，村长也偏着他们。怀安那时候还小，我怕李家对他下手。娘，这事儿不能再藏了。他们不只是抢房，他们是踩着爷爷的命搬进了正房。怀安，你怎么来了？徐叔，我来问我爷爷当年的病。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我也记不清了。老许，当年你来过顾家，你说我爹还有救，让我们赶紧送位认认。后来李树把你推出门，说不用你管。是，顾老哥当时是急怒攻心，中风前兆，要是及时送医，也许能撑过来。可李顺的堵着门，不让我再进去。马桂枝还骂我，说顾老头死了正好，省得天天惦记正房。徐叔，您愿意作证吗？愿意。顾怀生当救过不少人，我这些年闭嘴，是怕李家报复。现在再不说，我这把年数也白活了。谢谢。当年我让药童送过一包救命药去顾家，可那药没到你爷爷手里。药童是谁？当年的小狗子，现在叫刘成，在镇上开修车铺。刘成，你是顾老爷子的孙子。我想问，当年那包药，我送到了顾家门口，李顺的拦着我，说老爷子已经没救了，让我别多事。我不肯，他就抢走药包，转身扔进院外水沟里。我那时候才10几岁，怕他打我，就跑了。后来听说顾老爷子没了，我一直做噩梦。怀安哥，对不起，错不在你，错在把药扔掉的人。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作证。我还记得那条水沟，记得药包上的红绳。李树德当时说了一句：“老东西醒了，咱李家就没好日子了。”刘成，把这句话一字不差写下来。顾怀安，你又想干什么？算我爷爷的命账。什么命账？顾老头自己年纪大，死了赖谁？徐叔，您说。顾怀生倒下那天，我去看过，他还有救，必须立刻送镇卫慎帐。可李树蛇不让我进门，还把沈玉兰准备送医的抢走。老许，你胡说！顾怀生那时候已经快不行了，送不送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。许大夫让我送过药，是你把药扔进水沟的。你当时说，老东西醒了，李家就没好日子了。这不是害人吗？救命药都敢扔！顾老爷子当年可是救了他一家命啊！一个小孩子的话也能信？他当年多大？记得个屁！我记得，因为那天以后，我再也没敢从顾家门走过。你们这是串通好了，污蔑我们。顾怀生死了这么多年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
就是命。他不是命，是你们不给他活路。我公爹倒在床上，你们搬进正房，祖宗牌位被你们扔进杂物间，药被你们扔了，看病钱被你们抢走。他死了，你们还不让他从正门走？李树德，你们李家是喝着顾家的粥活下来的，怎么能这么狠？娘，别哭了，眼泪给爷爷烧过就够了，剩下的交给证据。李树雷，你阻挠救治、毁弃药物一事，我们会并入调查。你现在不得离村，不得接触证人，不得损毁相关证据。你们凭什么限制我？我和顾家是邻里纠纷，轮不到你们上纲上线。邻里纠纷？我家收留你是邻里纠纷，你图房契是邻里纠纷，你抢正房是邻里纠纷，你扔我爷爷的救命药也是邻里纠纷。李顺德，你到底是邻居还是强盗？凭什么都查我们？当年房契的事儿又不是我们一家办成的，要不是王福德收了东西，村里档案能改吗？王村长，看来这账……淮安，桂枝这是急糊涂了，胡乱攀养。我当村长这些年一向公道，怎么会改档案？王福德，你少装！当年我家送了你2袋白面、20斤腊肉，还有30块钱。你说会帮我们把暂住改成代管，还说时间久了就没人追究。还有这事儿？难怪这些年顾家怎么告都没用，原来村长也收了好处。马桂枝，你胡说八道！你李家自己犯事儿，别想把脏水泼到我身上。王村长，既然你说没有，那就把村里现在的登记表拿出来，和周长镇保存的原始底浪当众对一遍。怎么不敢？这不是我的字，当年的原始记录写的是暂住，这个代管是后来加上去的。这页墨色与前后不一致，纸页边缘也有重新装订痕迹。王德福，你解释一下。年代久了，补登记很正常。李家住了这么多年，村里为了管理方便，就写了代管。管理方便还是收东西方便？这是当年你儿子结婚，李家送礼的账本复印，白面、腊肉，现金30块，日期就在登记改动前一天。王村长，你还说不认识这笔账？王福德，你涉嫌私改村集体档案，包庇宅基地侵占，乡里会立即上报暂停你村长职务，接受调查。我只是想让村里安顿。顾家孤儿寡母，李家人多，我也是怕闹大。你怕闹大，所以让我爷爷死了不能从正门出；你怕闹大，所以让我娘在偏房里忍了这么多年；你怕闹大，所以帮李家把暂住改成代管。王福德，你不是怕闹大，你是怕你收的东西被人知道。这种人也配当村长？谁想当村长？吃了顾家的亏心饭，还帮李家说话。这些年顾家真是被欺负惨了。顾淮安同志，明天在村委核查会，向乡里村调证人全部到场。顾家大院的权属问题，一次说清。好。开展核查。今天公开核查顾家大院权属及相关纠纷，所有证据一件件摆出来，所有证人一一陈述，谁说假话，谁承担责任。第一件，涂改原始底册，上面写明顾家大院产权人为顾怀生、李顺德一家暂住西乡。我以老会计身份作证，这份记录是真本。后来村里的代管2字是王福德私下改的。第二件，门梁旧匾，李家婚礼当天，门楼夹层里调出顾宅旧匾，证明门楼原属顾家。那天我亲眼看见的，不是新放的，
木头都嵌进梁里了。第3件，器尾残片，我爷爷临终前藏在拐杖木心里，上面写明顾家祖宅包括正房3间、东西厢、前门楼、后院猪圈。器尾已经送初步比对，与土改房契纸质编号吻合。县里鉴定结果出来后，将作为正式证据。一张残片就想定我罪，我不服。那就看第4件，你亲口承认土改房契的录音。我涂了又怎样？顾怀生没儿子撑门面，房子空着也是空着。那是气话，气话不能算。是不是气话？会结合物证鉴定和其他证词判断。第5件，出殡证词。顾怀生老人出殡那天，李家钉死正门，不准棺材走正门。棺材最后从后院猪柱小路抬出去，棺脚还刻在木桩上。第6件，村医老许证明，我爷爷当年倒下后仍有救，是李胜峰阻止送医，我作证。第7件，刘成证明，李顺势抢走救命药，扔进水沟，我作证。根据现有证据，顾家大院原始取属明确，李顺元一家仅为暂住西腔，不享有正房、门楼、后院产权。李家长期占用顾家正房，土改房契，阻挠全属核查，情节严重。即日起，李家搬卢顾家正房及门楼区域，土改器具、侵占财物、毁坏证据、阻挠救治等问题，邮交公安进一步调查。爹，听见了吗？顾家的门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你住了20年的正房，该还了。我不搬，我死也不搬。你们当年怎么把我爷爷赶出正门，我今天就怎么把你们请出顾家。顾家大院全属明确了。爹，您听见了吗？咱家的门，终于有人认了。我不认！我李家在这院里住了20年，凭什么3天就让我们搬？乡亲们评评理呀！顾怀安这是要逼死我们一家。他爷爷当年让我们住，就是把房子给我们了。顾怀生老哥让你们住的是西厢，不是让你们屠房契、抢正房、堵出宾门。你撕一张，我再贴一张，你赖1天，证据就多1天。3天后不搬，我按侵占祖宅申请强制清退。我今天就躺在这里，谁敢动我，我就让他背上逼死人的名声。顾怀安，你毁我婚事，还想赶我家，你做梦！怀安，这是爷爷出殡念盖棺脚的白布，娘，我一直留着。当年你们钉死正门，把我爷爷从朱雀道赶出去，今天我不钉门不撒泼，我只按通知办。3天后你们自己搬，还能留点脸面；不搬，我就当众清房。你敢？你试试。爹，咱们真不搬？搬什么搬？搬了咱家就真没了。不能搬，一搬就等于承认这房是顾家的，只要赖着，乡里也不能立刻把我们怎么样。可公安那边最要紧的是那张契尾和旧底册，房契鉴定还没出来，只要证据没了，顾怀安就翻不了身。耀祖昨晚才被抓，你还想动证据？不用动乡里的，顾家正房里还有顾怀生留下的旧东西，当年我没翻干净，万一里面还有什么，必须先找出来烧了。李顺德，限期已到，你家未按通知搬离，现对正房进行清点急交，不得阻拦，不得损毁财物。
这是我住了20年的屋，谁敢进去？你住了20年，不代表它是你的。今天清的是顾家正房，你要拦，就是继续侵占。桂枝，差不多得了。顾老爷子当年救你一家，你们已经够缺德了。淮安，我不敢进去。娘，这是咱家的屋，该怕的不是你。这是你爷一辈子守着的正堂啊！李家生活物品另行搬出，顾家原有财物登记返还。祖宗牌位！顾老爷子救了他们一家，他们把顾家祖宗牌位塞鸡笼底下。爷爷，对不起，淮安回来晚了。淮安，这箱子像是顾家的。这是你爷爷的字。那是我家的东西。李顺德，你再抢夺现场物证，就加重处理。你知道这封信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抢什么？淮安，李家逃荒至此，爷爷见其一家老小将死，借西厢2间安身，此为救命，不为赠宅。顾家正房、门楼、后院、猪圈，皆为祖上留下，不可让于外姓。若李顺德日后说房归李家，必是欺你年幼，欺你母弱。爷爷自知年老体衰，恐无力护家，故留此信。若你归来，莫争一时口舌，寻底册，寻气尾，寻当日抬棺之人。顾家的门不能丢，顾家的清白也不能丢。爹，您都安排好了，是我们没本事啊。不是你没本事，是我回来太晚。假的，这信是假的。顾怀生死了这么多年，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信封蜡封完整，旧木箱当场开封，有村民和干部见证，是否为顾怀生笔迹，可以送去比对。你急什么？底册是假的，旧匾是假的，气尾是假的，录音是气话，现在爷爷的遗书也是假的。李顺乐，真东西全是假，只有你涂黑的房契是真的。李顺乐嘴里就没有一句实话。顾老爷子把路都给淮安铺好了，可惜被他们欺负了这么多年。我们不懂字儿，当年就是想着有个地方住，住久了自然就当成自己家了。住久了可以当家，但不能把主人赶进偏房，不能把主人棺材赶去猪圈，更不能把救命恩人的药扔进水沟。顾家列祖列宗，玉兰没用，让你们受辱这么多年。今天淮安回来了，正堂回来了，门也回来了。淮安照您说的，找到了底册，找到了气尾，找到了抬棺的人。现在，顾家的正房，我拿回来。我们以后住哪儿啊？当年爷爷借给你们的是西厅，现在西腔也要清点，你们住哪儿是你们自己的事儿。顾家不再收留白眼狼。他要跑，不用追，镇口已经有人等他了。李顺的
你们凭什么抓我？这是顾家和李家的家务事儿。你涉嫌土改房契、侵占他人房产、抢夺并损毁证据、阻挠救治。现在依法带你回去配合调查。我不服！我住了20年，20年啊！顾淮安，你非要把我逼死？当年你逼我爷爷从朱雀出葬的时候，想过今天吗？你爷爷自己命薄。你最好到公安面前也这么说，让他们听听你是怎么对救命恩人的。房契姓名处涂改，你怎么解释？年头久了，模糊了。那你亲口承认，我涂了又怎么样？怎么解释？气话。顾怀生中时刘成送药，他证实是你抢走药包扔进水沟。你当时说，顾怀生醒了，李家就没好日子，这也是气话。村医老许也作证，顾怀生当时若及时送医，仍有抢救机会。你阻挠救治的行为将会进一步核查。我就是要个家。顾家那么大的院子，凭什么只让我住西厢？我穷了一辈子，好不容易住进正房，凭什么再还回去？因为那不是你的。淮安，这门真的回来了。回来了。等案子定了，我就按原样把门楼修好。淮安，耀祖是年轻糊涂，你能不能别追他偷证据那件事儿？他婚事已经没了，你总不能让他也进去吧？马桂枝，当年我跪着求你，让我公爷从正门出，你说死人晦气。今天你跪着求我救你儿子，我也只说一句：犯法就该受罚。淮安，房契鉴定结果出了，涂改属人为后加。县里鉴定结果出来了。送检房契姓名处存在人为涂改痕迹，原姓名处顾怀生3字配黑墨覆盖，旁侧李字为后期添加，墨腻年代明显晚于原契。契尾残片与原房契纸质编号印吻合，可证明顾家祖宅原权属人为顾怀生。爹真的证明了。爷爷没说谎，顾家的门也没姓过李。顾子真是被屠的，李家这不是抢房，这是抢命根子。顾老爷子救他们一家，结果被他们屠了房契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顾淮安买通了鉴定的人，这院子我住了20年，怎么可能不是我的？你住20年，房契就能变真，那偷来的粮吃进肚子，是不是就不用还？抢来的屋睡热了炕，是不是就成了祖宅？我李家当年没地方住，你爷爷给了我们屋，那就是给了。我爷爷给的是活路，不是让你踩着他的棺材把顾家祖宅吞进去。李顺德，你涉嫌涂改器具、侵占他人房产、毁坏证据、阻挠全席考察。关于顾怀生老人病重时你是否阻挠救治、毁弃药物，我们也会继续调查。那老东西自己命短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到了现在，你还敢叫他老东西？李顺德，注意你的态度。
你最好一直这么硬，等到爷爷坟前，看看你还敢不敢这么说。明日补充现场取证，地点：顾怀生墓地与当年水沟。你当年跪在我爷爷面前说李家世代不忘大恩，今天当着他的坟说说你是怎么报恩的。死人听不见，他听得见。我每次来上坟，都觉得爹在问我，顾家的门为什么还没回来。顾老哥倒下那天，我看过，他还有救，只要及时送去卫生站，至少不会那么快走。我当年送药到顾家门口，是李顺德抢走药包，扔进水沟。他说，顾怀生要是醒了，李家就没好日子了。他醒了又怎样？他要是醒了，就会把我们赶出去。我们李家好不容易住进正房，凭什么再回西厢？就是这里，那药包用红绳扎着，我系了一辈子。李顺德，你承不承认当年阻止送药？我只是怕乱花钱，顾怀生那样子，送不送都一样。再说了，他要是活着，天天盯着房契，李家还怎么过？所以你不是不懂，你知道爷爷醒了会要回房契，你知道自己图气抢房见不得光，你也知道他活着李家就没法住进正房。李顺德，你不是想要一个家，你是拿我爷爷的命换了你李家的正房。爷爷，李顺德承认了，药是他扔的，房是他抢的，门是他堵的。您受的辱，淮安一件件都记着。顾淮安同志，今天的证言会并入卷宗。李顺德阻挠救治、毁弃药物、侵占房产的情况，我们会依法核查处理。谢谢。淮安，你爷爷今天能闭眼了？还不能。李顺德的账没完，李耀祖的账也没完。这不是退婚，是逃命。李耀祖，彩礼退给你，婚事到此为止。秀秀，你不能这样，我只是被顾淮安害了。等我家翻身，那院子还是我李家的。你们家的翻身是把恩人家的房契涂黑，是把救命恩人的棺材赶去猪圈，还是半夜带煤油去偷证据？秀秀啊，耀祖是年轻冲动，他心里是有你的，你可别被顾淮安挑拨了。马桂枝，你们家不是穷，你们家是心坏。穷人我不怕，坏人我不嫁。你敢退婚？我李家丢这么大脸，你说退就退。你今天要是不进门，我就让你曹家在镇上也没脸。放开！顾淮安，又是你！你爹抢房，你偷证据，现在还想强逼人家姑娘嫁你。李耀祖，你们李家是不是只会抢？婚礼现场你先动手，夜里你翻墙偷证据，现在你又当众威胁曹家，你真以为自己还能跑？李耀祖，你涉嫌非法侵入，企图毁坏证据，扰乱调查秩序，并在婚礼现场对他人动手，跟我们走一趟。爹让我去的，都是我爹让我去偷纪委的。秀秀，我错了，你别走。我以后不住顾家正房了，咱们重新办婚礼。李耀祖，到现在你还觉得问题是房子？你家的房子可以不要，可你们家的心，我不敢要。顾同志，谢谢你。那天如果不是你拆了那道门，我可能真嫁进去了。你该谢的不是我，该谢我爷爷。他死后受辱，
才把李家的真面目照出来。顾老爷子大恩，我记下了。沈玉兰，求你救救我儿子！玉兰妹子，我求你了，耀祖年轻不懂事儿，他不能进去啊。你也是当娘的，你知道孩子要是毁了，当娘的有多疼。桂枝嫂子，求你让我公爷从正门出吧。死人晦气，滚去猪圈走。马桂枝，当年我也跪过你，我求你让我公爷从正门走，你说死人晦气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错，不是因为你现在后悔，是因为你终于疼到自己儿子身上了。玉兰妹子，你让怀言跟公案说一声，就说耀祖不是故意的，就说那晚是误会，他没想烧证据，他还年轻，不能毁呀。你们把药扔了，我公爹当年也还能活，他也没老到该死。可你们怕他醒来要回房契。耀祖小时候站在正门下笑我公爹走猪圈，长大后半夜翻窗偷证据，还带着煤油。他不是不懂事，他是从小跟你们学坏了。淮安，你说句话啊！你爷爷那么善良，他肯定也不想逼死人。我爷爷善良，所以救了你们一家。可你们用他的善良换了20年的鸠占鹊巢。从今天起，别再拿我爷爷的善替你李家的恶求情。马桂枝，我不会替你儿子求情，犯法就该受罚，欠债就该还债，这不是我狠，这是你们欠顾家的公道。当年你给我公爹留了一条猪圈路，今天我给你儿子留一条法律路，他若真知错，就在里面好好改，别再求顾家替他挡。顾淮安同志，王德福私改档案收受李家财物一事，乡里已经决定撤职调查。另外，顾家正门修复申请批了。娘，顾家的门可以重新立起来了。爹，咱们终于能从正门回家了。淮安，按老式门楼修，3天能立起来，旧匾也能重新沁回去。能修就修，不能修就补，但这2个字必须挂回正中。顾老哥要是看见，能安心了。还没安心，他老人家还没从正门回来过。娘，等门楼修好，咱们请爷爷牌位，从正门进正堂。好。淮安，这条路能不能拆了？娘一看见，就想想起你爷爷那天受的罪。不拆，门楼重修，猪圈道也留下，不是为了天天恨，是为了提醒顾家后人，善良不没边界。当年他让顾老爷子从这儿出殡，如今看见了，怕是自己都心虚。马桂枝，这条路我会留着，你以后每次看见，都该记得，顾家不是没人记账。爹，儿媳没用，让您当年粗账走，今天咱们从正门回家。爷爷，顾家的门
淮安拿回来了。淮安，王德福私改档案的调查结果出来了。王福德，经查，你在顾家宅地登记中擅自将暂住西乡改为代管，并收受李富申家白面、腊肉及现金。现在决定撤销你村长职务，移交进一步调查。我也是为了村里安稳，李家人多，顾家孤儿寡母，我怕闹起来不好收场。你所谓的安稳，是让我爷爷死不瞑目，是让我娘住偏房受气，是让李家拿着假房契当真主人。王德福，你不是怕闹事儿，你是怕自己收礼的事儿被揭穿。顾家这事儿要不是淮安回来，怕是真被瞒瞒一辈子。村长都敢改底令，那咱们家的老器具也得查查。当年好多借住代管，说不定都有问题。乡里要求村里所有旧宅地、老房契借住协议重新登记核然，谁家有底契、器具、人证，都可以来村委备案。我家东乡也被堂侄占着，说住久了就是他的。我能不能也查？能。房子是谁的，靠证据，不靠谁嗓门大。这本底册，我准备交给乡里统一封存。以前我怕事儿，害了你顾家，以后不能再让这种东西躲在床底发霉了。周爷爷，你肯站出来，爷爷会记得。顾老哥当年救过我孙子，我却让他的门丢了这么多年，这一回算我补一点债。您能说真话，已经帮了顾家大忙。从明天开始，我帮村里人整理器具，顾家吃过的亏，不能再让别人家吃。淮安，我家南屋借给远房表叔住了10几年，他现在也说房子是他的，我怕闹成你家那样。这器具保存的还行，你再去找2个老邻居作证，证明当年只是借住，然后到村委备案。借住可以，必须写字据，约期限，留见证。以后村里所有借住、代管、换房都要有书面证明，不能再靠一句都是亲戚糊弄过去。顾叔，为什么这里要说出殡受辱？猪圈有什么好留的？不是为了让你们记住猪圈，是让你们记住，别人帮你，不代表别人欠你。借住不是占有，善良不软弱，做人不能像李家那样，吃了人家的饭，还想吞人家的屋。你们顾老爷子当年就是太善，善的没留借住字据，才被人钻了空子。所以以后要留，不是不信任，是给好人留证据，给坏人断了念想。淮安，乡里说可以把顾家这次的材料整理成村里案例，以后谁家借住、代管、产权纠纷，都照这个流程走。你爷爷一辈子没想过自己会成什么案例，他就想让人有口饭吃。爷爷的善没错，错的是李家把善当成软肋，现在把规矩立起来，才算没有辜负爷爷那碗粥。本案涉及土改器具、侵占房产、毁坏证据、阻挠调查等事项。现在开始审理。李树德，你对土改房契一事是否承认？我不承认，顾家当年就是把房子给我们了。李顺振，救命的屋檐被你说成赠宅，顾家给你活路，不是给你祖宅。原始底册写的是顾怀生所有，李树立暂住西乡，后来代管2字是王不得私改。顾怀生倒下那日仍有抢救机会，李书逢阻止我入门，也阻止顾家送医。我送药到顾家门口，是李顺得抢走药包扔进水沟。他说顾怀生醒了，李家就没好日子了。顾老爷子出殡那天，李家钉死重门，棺材从猪圈小道抬出去，
官角刻在木桩上。李树德，你还有什么要说？我只是穷怕了，我只想住正房，想让我儿子有体面。穷不是抢恩人家的理由，想要体面，也不能把别人的体面踩进猪圈。李顺的土改器具、侵占顾家祖宅、毁坏证据、阻挠调查，情节严重，依法判处有期徒刑。李耀元非法侵入顾家偏房，携带意图毁坏证据，并在婚礼现场伤人滋事，依法判处刑罚。马桂芝参与藏匿顾家财物作伪证，依法从轻处理，但需承担相应责任。爹，我不想进去，我还没成亲啊！你该庆幸我没嫁。顾怀安，早知道当年我就不该进顾家门。不，你错的不是进门，是进门后忘了谁给你开的门。爹，公道到了。顾老哥，我错了。当年给我们一家粥喝，给我们屋住，我却把你的好心当成软弱。我不该抢正房，不该堵正门，不该骂你晦气，我更不该让你死后从猪圈倒出去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顾老爷子活着的时候，他可不是这副样子。淮安，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。我今天不是来求你放过谁，我只是想给你爷爷磕个头。你道歉是你的事儿，我接不接受是我的事。至于我爷爷原不原谅你，你下辈子亲自问他。玉兰妹子，当年你跪在门前求我，我没让顾老哥从正门出。这些年我睡在正房里，夜里也做过梦，梦见棺材刻在猪圈木桩上，梦见你哭着喊爹。可我那时候还骗自己，说这院子已经是李家的了。你不是不知道错，你是觉得错也没人能把你怎么样。我恨你，恨你让公爹死不瞑目，恨你让我儿子跪在猪圈泥地里发誓。可我现在不想把日子都耗在恨里。李树德和李耀总受罚，是他们该担的。你以后怎么过是你的事，别再来顾家讨情分。娘，怎么了？以前一看见这门，我就想起你爷爷出殡那天，想起我跪在门口，想起他们钉死门闸。现在门回来了，我反倒有些不敢走。娘，这门本来就是你的，该怕的不是顾家人，是那些抢了顾家门的人。门要修好，伤疤也要留下。顺德坐牢，耀祖也进去了，正房没了，婚事黄了。嫂子，你说咱以后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以前顾老哥给了我们西厢，我们嫌小，后来抢了正房，又嫌不是自己的不安稳，现在什么都没了，才知道有个遮风挡雨的西厢已经是天大的恩情。这就是抢恩家的下场。他们要是当年老老实实住西厢，顾家还能赶他们吗？淮安，西厢也属于顾家，按处理结果，李家无权继续暂住。你看后面怎么安排？这里当年也算救过他们的命，可他们把这里当踏板，踩着进了正房。西厢收回，先修好。以后村里谁家真遇难，需要临时借住，可以按规矩申请，写明期限，村委见证，双方签字。再不能像当年那样，靠一句都是可怜人就糊涂借出去，
这个办法好，救急不救贪。你爷爷要是知道，也会同意的。当年要是让顾老哥从正门走就好了，要是不贪正房就好了，要是记得那碗粥就好了。世上没有那么多钥匙。你以后可以来给我爷爷上香，但别进顾家门。那道门不会再给李家人随便走。我知道，我不配。后院猪圈旧址，原样保留一角。淮安，正堂梁还能保，就是后院猪圈那块太破了，要不一起拆干净，省得碍眼。留一角，当年爷爷的棺材从那里出去，那根木桩也留下。留着不难受？难受。可如果全拆了，日子久了，后人只会记得顾家重新修了大宅，他们不会知道这座宅子差点怎么丢的，也不会知道一个扇子如果没有边界，会被人踩成什么样。懂了，那我给你修结实点，留得久一点。玉兰，慢慢来。顾老爷子现在总算回正堂了。以前我总觉得是我没守住顾家，爹救了李家，我却让李家把他牌位压在鸡笼底下。这些年，我每晚都睡不安稳。娘，不是你没守住，是他们太饿，也是那时候我太小，没本事。现在好了，你把拿回来了，把正堂拿回来了，娘这口气也能慢慢顺了。等顾宅修好，我给爷爷办一场迟来的正堂祭，让他老人家堂堂正正受一次香火。顾叔，这根破木桩为什么不扔？是不是以前拴猪用的？不是拴猪，是顾老爷子棺材磕过的地方。你们记住，这根木桩不是为了吓人，是告诉你们做人要记恩。别人救你一命，给你一口饭一间屋，那是恩。你不能因为住的久了，就把恩人的东西说成自己的。那以后借别人家东西要还？要还，还要写清楚。好人要有好心，也要有凭据。坏人最怕的就是凭据。顾家的伤疤，不能只给顾家人看。淮安，你这是要办展？不是展，先做个顾家旧宅纠纷档案。以后村里谁家有类似纠纷，可以来这里看流程。底子怎么查，证人怎么找，旧器怎么保存，借注怎么写字据，都写清楚。这个好。我当年藏着底醋不敢说，害了顾家。以后这些东西摆在明处，就没人敢随便改。唉，这话扎心，但该让全村人都看看。当年我还劝玉兰嫂子算了，说离家这么多年别伤和气。现在想想，我那话真不是人话。过去了，但以后别人家再遇上，你别再劝受委屈的人算了。不会了，以后谁再拿住久了抢人家房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顾叔，顾爷爷为什么要救李家啊？他们后来这么坏。因为你们顾爷爷救人时，不知道人心会变。但我们不能因为李家坏，就不再做好事。我们要学的是，做好事时，也要把规矩立好。淮安，把这些都摆出来，会不会让你爷爷难堪？
爷爷难堪的不是被人知道他受过辱，是好人受了辱却没人记得为什么。我们把这些留下，不是为了让爷爷丢脸，是让后人知道顾怀生不是软弱，他是善良，而善良被辜负，不该被藏起来。你爷爷要是听见，会说你长大了。还不够，等顾宅修成，我要把一间厢房改成村史馆，让顾家的事成为村里的规矩。当年我们真是糊涂，李家说住了20年就是他们家的，我们也跟着劝顾家算了。劝人算了，有时候就是帮坏人压好人。淮安，乡里已经决定把顾家这个案子作为旧宅纠纷示范案例，以后村里谁家借住、代管、换房，都必须留书面手续，村委备案。这样最好。我爷爷吃过的亏，不能再让别人吃。顾叔，这根木桩为什么要放照片？它又不好看。这根木桩刻过顾老爷子的棺材。当年李家人不让我爷爷从正门出殡，他们说死人晦气，逼顾家的棺材从这里抬出去。所以这个木桩不是摆出来吓人的，是提醒你们欺负好人的事儿不能因为过去就被忘掉。那以后别人来我家借住，要写字据吗？要。写字据不是不善良，是保护善良。好人不怕自证，坏人才怕写清楚。淮安这话说得对，当年我要是早点把底册拿出来，顾老哥也不用在地下受这么多年委屈。周爷爷，您现在站出来了，这就够了。你来做什么？我不进门，我就是听说村神物馆开了，想来看看顾老哥的旧匾，也想给他讨人家送点东西。东西不用，你要看就站在门外看吧。当年要是没起贪心，就好了。顾家正门不再随便给李家人走，不是为了羞辱你，是为了让顾家后人记住，门一旦让错了人，家就会被抢。淮安，娘想从正门出去走一回。娘，不急。当年你爷爷出殡，我跪在这儿求他们，门斩钉死了。我这辈子都记得那声音，铁钉一下下敲进去，就像敲在我心上。可这是顾家的门，我不能怕一辈子。爹，玉兰出来了，从顾家的正门出来了。当年我们抬棺从猪圈出去，心里就像压了块石头。今天看玉兰妹子从正门出来，总算松了一点儿。顾老哥没白等。淮安，你爷爷就是在这儿给李家端的第一碗粥。我知道。你恨你爷爷心软吗？不恨，爷爷救人没有错，错的是李家受了恩还想吞了顾家。以后我也会帮人，但不会再糊涂帮。这就好。若因为李家坏，咱们顾家从此不敢做好事，那你爷爷也会难过。淮安，扶娘进去。玉兰嫂子，以后顾家的门再没人敢堵了。不是没人敢堵，是顾家终于知道该怎么守门了。娘，明天给爷爷办正堂祭吧。当年他从猪圈出殡，这一次让他在顾家正堂堂堂正正受香火。爷爷，明天淮安送您真正回家。爷爷，
当年您救李家一命，给他们饭吃，给他们屋住，他们毁弃抢房，辱您出殡。如今房契查清了，正房收回了，门楼修好了，顾宅也重新挂回来了。淮安来迟了，但顾家的门，淮安守住了。爹，儿媳终于能在正堂给您上香了。您受的委屈，村里都知道了。您不是丢脸，您是太善良。顾老哥，当年没能替你说话，我给你赔罪。你棺材磕木桩那一声，我记了一辈子。今天，总算能给你上一炷踏实香。以后村里借住代管旧宅使用，必须签字据，有期限、有见证、有备案。任何人不以亲戚住久了帮忙照看为由侵占他人房产，早该这样。以后谁家有困难，大家还帮，但账要写清楚。顾老爷子救人的心没错，错的是李家太贪。我不希望顾家的事让大家从此不敢帮人，我只希望大家记住，帮人也要留凭据。凭据不是冷血，是让恩情不被歪曲，让坏人没法钻空子。我以后把老底册都交给村委，谁也不能再私藏，谁也不能再乱改。顾怀生老哥吃的亏，到他这里为止。淮安，今天你爷爷能安稳了。以前我怕看这里，现在我不怕了。这里不是顾家的耻辱，是顾家的警醒。娘，明天我想把西厢正式交给村里做临时救助屋，谁家真有难可以住，但必须签字、备案、限期。你爷爷会高兴的，他救人的心终于有了规矩护着。顾怀安同志把西厢拿出来做临时救助屋，但规矩写在前头。谁真遇难，村里帮；谁想赖着不走，村里不答应。这才是帮人。顾老爷子当年就是没这张纸，才被李家咬了一口。以后帮人先写清楚，不是不近人情，是为了不让恩情变仇。爹，您当年那碗粥没白给，只是以后顾家会多放一张字据。这句话大家一起念：暂住不是产权，恩情不是筹码。顾叔，那以后别人落难了，我们还要帮吗？要帮，但要帮得清清楚楚。给饭吃是善，借屋住是恩。可别人不能因为吃了饭就说锅是他的，也不能因为住了屋就说宅子是他的。我懂了，好人要留证据，坏人就没法赖账。对。爹，今天西厢重新借出去了，借给村东头一户遭火灾的人家，签了字据，村委盖了章，3个月期限。淮安说这是救急，不是赠宅。爷爷，您当年救李家没有错，错的是李家不知恩。我没有因为他们坏就把顾家的善丢掉，我只是给这份善加了一道门扇。爹，您放心，顾家的门开着，但再不会被白眼狼抢走。淮安，你爷爷的门终于又开了。这次开在顾家人手里，也开在规矩里。爷爷，您当年给过别人一碗粥，这碗粥顾家以后还会给，
但顾家的正门，谁也别想再抢。有人受一碗粥，记一辈子恩；有人受一碗粥，却想吞一座宅。善良若没有锋芒，恩情就会被贪心踩成泥。顾家的门终于回到了顾家人手里。